喵喵喵喵，我们是咪咪毛毛来闲聊。我是不是糖果的 Candice， 我是 Alfie， 我是 Peggy， 最后 Fantastic Baby Fancy。我们今天主题是好想回家。Candice， 你为什么好想回家？我好想回家，躺在床上睡到下午2点。你在这里不是也是？没有，我最近都10点多就醒来嘞。你为什么那么早？不知道啊，可能是我平常都不是早8就是早9，然后真的很早啊，然后就没办法睡到2点，然后就会觉得太快，讲话太快，然后就会觉得那个谁会睡到2点？哦，生理时钟固定了。对，然后你就会醒来，然后就觉得，好早。怎么才这样子而已啊！我好想睡，可是又觉得那不如我都醒了，那不如起来是要看书了还是要怎么样？虽然我都没有看。没有，没有看你在干嘛？我都在看 YouTube 影片。那你这样那么早起来有什么用？就是为了看 YouTube 影片啊。还在早起，身体好啊。我真的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专心的看书，就是一直想要，但是我就觉得好烦啊，然后不然就是每天6日都有事啊，然后就不想看。所以Peggy 回家了吗？对啊，回家见家人，不知道干嘛。你见家人没有，你爸妈都直接来花莲找你。谁来花莲呀？谁会讲见家人啊？没关系啦。哪有，回去很久那火车5个半小时，还那么贵。不是啊，重点是你说你回去是要见家人，重点是你家人直接来见你。那不一样好不好？那是以出差的名义。我也觉得一样。还好吧。我爸妈都不会下来。我爸妈也不会下来。趁机抱怨是吗？跟那个录音抱怨。我爸妈那么近还不下来。那回去见家人，然后嘞就都没干嘛，就是日常。就我蛮喜欢，就是会一起出去玩，因为花莲就离什么山边啊还是哪里很近，所以我们如果我在家礼拜天，就算我们家庭日，就可能就去合欢山啊、太鲁阁啊走走，然后就一日往返的那种。很赞，什么好累？对嘛，注意踏青真的很赞。回去就是要跟家人出去玩啊，不然你回家干嘛？回家就是休息呀。你在这边可以休息。虽然我讲说回去就是要跟家出去玩，可是我们回家，你都出去打麻将？没有，好不好？可是我回家的时候，一样就是跟爸妈到阿嬷家，然后就在那边一起看电视，看一整天。看一整天？你看电视看一整天？就也没看什么，就没有真的出去还是怎样？我跟你们说，我妈都说，如果你要回家睡觉，你就直接在高雄睡就好。屁嘞，不一样好不好？我起来有人煮啊。他都叫我，你要回家睡觉就不要回家了，准备给我回来。要不然你回家在干嘛？我回家，我都想回家看看我家人，看看我阿嬷，然后跟狗玩。我回家我比较早起床。真假的？我都10点多就起床了。自己自然醒。我会逼迫自己早一点起床。为什么？因为我会想说，就是难得回家，然后不要睡那么久。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时间。对。我会这样想。那你会跟家人去逛那个吗？彰化市场。不会我们比较不会去彰化市。我爸都会带我们去，比如说台中啊、云林啊，或者去老街走走啊那种。就是回高雄前，他都会带我们出去绕一下。虽然我会想说要早一点起来跟家人相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也没有要跟你相处的意思啊，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工作，然后在房间，就是其实也没有意义，就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各做各的事。所以其实可是至少那个环境是在家里的环境，就是你看到的是家里的那个。因为我会喜欢就是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而且如果比如说那天原本没有出去玩好了，会因为我比较早起床，我爸就会带我们出去。可是你就是不会出去。你是小公主？不是啦。为什么这样哪是小公主啊？为什么是以你为主？你妹嘞？她不常回家啊，她在台北。台北太贵了，台北回家。而且她1个月只会回家1次，而且她回来我们也是会出去玩啊，所以就会比较早起床。人家很幸福啊，一直出去玩。我好像没有真的跟家人出去哪里玩的感觉。那你下次可以约你爸妈出去玩？没有，因为我不想。那你还说你没出去玩？你自己都不想。我觉得
不是就是要想地方要去哪里，我就觉得我不想要想，我只想要人到就好，就是可以上车睡觉，下车就有的吃有的玩，那是最好的。我回家都这样，因为我爸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开车的人，所以他可能就说哦，那我们就起床的时候就是说，那今天就出去走走啊，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去哪里，就可能路过，哎，这个路边摊感觉很多人吃就吃一下，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小吃吃一下，就这样走完一天行程。好随性。嗯，那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妈愿意啊，就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没有那你爸目的的喜欢这样走，开车，下次可以先开到桃园，在彰化，在台中。他喜欢然后我们再下来吗？他喜欢开的是那种有可以就是可以边走边停的，或者是有风景的。他不喜欢开高速公路，所以台北他不喜欢。那你这样花莲不会逛腻了吗？就都走过了。可是我们家比较就是可能就去，也不算逛腻吧，我们也不会说就真的去逛某个景点，嗯哼，就可能去合欢山，我们比较会去，就是可能因为花莲平地比较热，山上比较凉，所以我们就可能算是有点小小的避暑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就因为花莲多步道，可能今天去走这个步道，下礼拜去走那个步道，那就是每天就可能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在户外的行程。好累哦，我真的没办法哎。可以吧？就回家就是要在家休息啊，然后叫我出去，我就可是我就觉得还蛮好玩。可能就习惯，就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就是出去。那你就是从小都习惯在家，嗯啊睡觉睡觉睡觉。没有，我其实以前小时候也蛮喜欢出去玩，就是我爸说要去哪，我其实蛮想去，但是重点是我妈不想，为什么不想？我妈会拒绝，就是她就是不想，她就是想在家里，她就是想在家，不管是看剧啊，还是做自己的事，她就是没有就是看剧、看小说什么，可是这样没有跟小孩一起玩的时光。就是可能是那种很小的时候，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本来是会，就是可能那种长假会出去玩的那种，就是订饭店出去的那种，或者甚至是，可是到越来越大之后，可能我爸比较忙之后，或者我妈也不想就是去这么远之后，就干脆直接离那个我们家超近的一个饭店，然后就只是去那换一个环境玩而已，就是一种很没有必要。好无聊就跟我哦。们一样啊，换一个环境去打牌。没有，那麻将个打牌不一样，但我们那是出去一样会享受，就是饭店的设施，出去骑脚踏车什么的。然后之后，可是长大了之后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是没有必要出去玩，还是没有必要换一个地方住？离家太近了。没有必要出去玩。我就觉得可是你们这样都没有回忆啊。比如说你再好悲惨。比如说你再大一点好，你就想说，然后我大学的时候都在家里，就没有跟家人出去玩。那个回忆就是只留在小时候啦。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还会说，哎，妈妈这次怎么没有去哪里玩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哦，你爸很忙啊，没有空载我们下去，或是去哪里什么之类，然后说是出去会慢慢介绍，然后之后我们会觉得就是没差，习惯了。我们之前小时候也会每个礼拜出去玩，直接到比较大。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我爸都会带我们出去附近玩，然后比如说田里玩。不是好不好？然后如果高中比较就是读书比较多，或是大学比较少回去的话，就会比如说回去的那个礼拜，然后我爸就会，比如说我想去哪里，或是我爸想去哪里，或是我妈想去哪里，我们就会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会开车带我们出去。哦，我爸每次提的时候，我妈说，那你们去啊。我在这里就好，你们去就好啊。然后啊，那你带他们俩去，那你们去，就这样，他就是不想。你妈很酷哦。我妈就是不知道，很好笑。她只有去台北，她回娘家的时候才会想要。最有意愿。对，最有意思就是回她娘家。那你也会一起回娘家吗？会啊，我很喜欢回外婆家。那英哥嘛，英哥有一间卤味很好吃。不是英哥啊，英哥是台北吗？新北。哦，没有在台北，他在中正区那边。你讲的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哦，就是离对，反正有啦，我去过英哥啦。哦，这不是英哥呗？哦，这就是英哥。英哥在那边我也去过啊。我有去过啊。好笑。那你们有过那种，就是回家之后，比较是那种长假的，然后又再回来的时候，但是跟家人道别的时候会有点难过？现在还好吧，都大三了。怎样道别？你说，比如说他载你去火车站，然后你会觉得很难过这样，或者他可以说拜拜吗？对，或者说我觉得加油那种。
不会说我妈说加油不，会说加油我们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载我一起去高铁站坐车，然后就因为很近嘛，所以就到了啦。他说拜拜，还来不及哭就已经到了。然后我妈就会说到了传个赖，我说好，那我就去坐车了。哦，没有伤感的感觉，是不是？一开始也没有吗？可是我家人在我从台中载我下来高雄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感觉到我爸妈是蛮难过的。真的哦。对，可是我感觉出来。我都就是会假装没事。好啦，拜拜了咯。如果是我自己坐车回来的话，我觉得还好，没有很难过。然后如果是比如说暑假或者寒假放完，然后我爸妈载我，因为我们会一路玩下来，然后载我到高雄之后，然后帮我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们之后走了开车回去，我会觉得有点难过。那种因为又相处一阵，那种才会难过。自己坐车好像就还好。但是就是长时间那种要回来的时候是吗？就是长时间就是寒暑假那种。对。就是有时候也还是会。我觉得我是打电话的时候比较会，就我大你这么常打电话？没有，我大一的时候有一阵子好像很忙吧，然后就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就是你妈哭了。不是，是因为我就是还有就其他比较常见的家人，然后就突然到可能高雄就比较常是跟我爸妈，可是还有其他比较常见的家人，他可能就一起在吃饭的时候，我爸妈就突然打电话给我。然后旁边其他家人就可能换他们接电话，他可能就会突然关心你说，你在高雄还好吗？然后或者是你什么是别的家人？对，就比较好的家人，然后就可能问你说，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那种，你就会突然有点哽咽，然后但你又不能在爸妈面前哭出来。对，然后就会赶快想要就是挂掉那种电话，我也会想要赶快挂掉。但我就会说，我那时候就说，好了，就这样了，就好，拜拜，然后就赶快平复一下心情。你们怎么都有这种经验啊？我觉得好像很想家人。我觉得家人亲情那种是我的软肋那种。可是我现在回家都只是想要打麻将，没有打麻将就觉得好，我回来干嘛？你看出去玩是不是也觉得？我觉得会有这种越来越有这种感觉，觉得好像需要改进。我也不知道，我不懂麻将。像我朋友以前都会说，就会说我怎么没有回去什么的。然后现在因为我太常找他们打麻将，他现在都不想要我回去，因为他们不想要一直打麻将。对啊，所以想人家他才不像你这样呢，麻将成瘾。真的从晚上7、8点坐下去，就可能1、2、3点才撤退，太夸张了吧？这样几个小时，8个小时，差不多。人家都上班又下班。我自己大概是1个月，或者是有必要的事才回去。因为爸妈会下来。好吧，所以因为爸妈，因为你住很远，花莲回去想到就对啊，也是很麻烦。我以为很麻烦，现在坐火车然后要转那个真。没有，我通常都是坐直达，只是那个时间点真的有时候会对不上，因为它末班车就是6点出啊，然后回去就已经12点。对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一天都很浪费掉。像这种那种开学，然后下礼拜就是连假，我就不想去。你每天都嘛不想回去，3个月回家1次。哪有？我之前也是1个月回家1次啊。现在是太忙了。可能2个月吧，就真的要有长假，要有长假你才比较想回去。你大3上就是2个月回家1次，差不多，可能差不多。我自己大一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隔壁是住我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认识其他班的同学，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常回家，大概2个礼拜回家1次。那如果是到大二他就搬走了嘛，那我就自己住，然后我们就不会一起回家，所以大2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回家1次。为什么这样就不会一起回家？因为他回家，我就想回家。就有一个我就不会想自己待在这里。那如果大2他搬走，那我一定就是自己在这里啊，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在这里生活，我就1个月回家1次。原来是成长，想要让自己独立生活。懂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是什么感觉？就是什么意思？就很无聊啊，自己待在这里要干嘛？就可能自己要找事你就只在这里睡觉，那就没干嘛了。人家找事还呛你呀，知道吗？什么？屁嘞！我现在好像没有睡那么久吧？不要再久睡。好，现在作息比较正常。请问你大1、大2？你是打工不是吗？你这样打工
有时间回家吗？我真的是打工仔我大一的时候在那个全联，对啊，下课就去打工，而且只休息半个小时，这样什么时候也没有一直打工啊。现在我大学打工就是可是你打工都打蛮久的，就可能一个主要学期是因为寒暑假，就算我回台中，我还是会去打工。像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过全家，然后跟过年档期的那种家乐福，然后过年档期的那种市场的传统糖果店。像我现在又开学了嘛，然后我又去找那种打工，我现在在那个电商包货什么的。可不觉得很忙吗？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啊？就闲不下来，可是自己时间就是看电影的嘛。看电影，自己找影集看的那种。追剧啦，追剧。他没有别的作业吗？还好。没有吧？大二不是很忙吗？我们大二很忙。我记得大二我们大二很忙我们没那种演讲什么的。然后报告一堆对啊。不知道你怎么过的，那时候不认识你。大二大二哦。对啊。大二上就认识了，好吗？大二好像都是我们3个先处理完，对啊，然后再告诉他，告诉他怎么说。现在也还是啊，现在也差不多。赞啦，有你们真好。产出结论产出对，然后看他要不要。这样还蛮赞的。反正你们又不想打工。不是不想吧？是不需要。我个人觉得我不需要，目前。为什么不需要啊？因为我钱够啊，而且。可是我觉得我打工不是为了钱，部分不是为了钱是部分，但是第二部分是可以认识不是学校的人，或者是不同年级的人。你看，因为像我们这样一群，整天就是这样一群，就算来学校也是这样一群，也不会去跟班上的其他同学，或者是也不会去跟不同门课的同学一起出门什么的。那我就觉得，那我大学好像就跟这几个人在一起，我就会想要去打工，然后跟不一样的人聊天，然后听他们的故事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有趣，会想要认识别人，但是你要建立在你忙得过来啊。就我会觉得，如果我去打工了，好，我可以认识很多人，但是那时间我会被压缩到，就像如果我们现在4个人每个人都有打工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出来讨论东西耶，就是都要很晚，这样很累。就是对啊，其实也没有这么需要钱，就都还好。可是你们不觉得大学打工就是一个，一个必经的过程？对，我自己觉得是必须要的。还好，我寒暑假也有啊。上次那个啊，要一起。我投了啦，他没选我而已哈。开始生气，一直讲，很累，那真的很累，我真的会累死。可是我会打工，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一直花老本，因为我大学并没有跟家人拿钱，他们就只有付学费跟房租，所以任何的开销，水电油钱、电话费什么的，就是自己。那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就一直在花老本，就没有新进来的钱，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有安全感，就好像也存不了钱的感觉。要不然你们没有打工，你们钱都怎么来？没有打工钱怎么来？就除了生活费之外，是什么意思？生活费是家人每个月给你？对，就是那些就够了，其实不会吃到我老本。那你这样的生活费够吗？够啊，就是不会没钱，因为寒暑假那段期间会空白掉啊。然后可是有可能爸妈也是会给你一点点零用钱。对，但可能不是1万，可能就只一半，或是在3-4千稍微而已，给一下来。那其他还有再老本，就是以前那种什么压岁钱，就直接存那叫什么定存嘛，对吧？那个就是不会动的东西。所以你在花就是只有从一开始那个爸妈的那个1万，然后可能你慢慢可能因为你不可能每个月都花到1万块啊，就会存一点一点，然后就慢慢累积吧，就不一定会花完了，因为没钱花还是很可怕。
体验过那种感觉。是也没有，就只是觉得会很没有安全感，真的会很怕，就没办法钱。花钱。对对对，是没办法可是花钱，好菲可怕。你不是家人也没有给你零用钱的吗？如果是放完长假要回高雄的话，他们会给我一些钱，大概5到8千啊。那如果太多，我就会跟我爸说太多，我就会再还他。那如果是那我就回高雄嘛。然后如果是我钱花完的话，我就会再用自己那个邮局里面的钱。这个不会没有吗？你这样就是会花到，那你那个邮局的钱是你的老本吗？就是我的压岁钱跟我的奖学金。对，那不会没有吗？会啊，如果你花完就没了。每个学期有。对啊，我一个月都花大概4、5千。啊，这么少吗？吃家用吗？4、5、6千左右。吃家用4、5千很少我有一个月只花3000多，我自己都吓死了。你电话钱是自己交？不是我爸。那也还好，因为你没什么在买东西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一个月花3000好少。我那时候在记账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少，很少，3000一个月一个月3000很少，很少。吃家用不是只有吃。我是附和他的好少，我不知道我多少，但是我也是觉得很少。我那时候吓到了。3000，要不然你们一个月都多少？我这一个月之前的记账大概是吃就5000块，然后就可能剩下的生活费就是存着，然后用的我那些不会算，因为我就觉得那就是生活必需品啊，你不管再省，你一定要就跟吃的一样，都还是要买，所以我就不会去记。我还是有算进去。反正我已经抓在1万内，就是不会把钱用完的，对。1万够啦。对啊，所以我就没在记。1万在南部一定算很多的。像我朋友在台北都花1、2万一个月1、2万。那个真的，北部吃的就很贵。有时候真的蛮羡慕的就是一个月花1、2万块的那种感觉，一定很爽。可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会去想这个钱到底要从哪里来？如果爸妈就只给固定的金额的话，他如果开销这么高的，他们有打工。哦，那还好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花1、2万有点多，他们有在反省。很好，他们有反省。那我觉得那个打工之后，他的财富会自由一点。对啊，而且我是打工的，这样就财富自由，就是因为你有手头宽裕，对他们真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直接花，而且我看起来觉得很贵的东西，但他们都因为如果你是花爸妈的钱的话，你看到很贵的东西，你会觉得不要买好了。对。那如果你是花自己的钱，你就觉得很贵的东西，那你觉得这可以，我可以负荷，对，那你就会还有这些钱。对。而且毕竟是你自己赚的，你就可以花嘛。那如果是爸妈，你就会不好意思花。不好意思，对，你就会觉得这爸妈的钱就不要好了，对啊。还是存起来比较好。那有时候还是要花一下。没办法，必需品的部分，就是 BP 周边的必需品的部分。然后艾迪达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很旧了，该换了吧？对啊。可我觉得我们如果出去玩的时候，花费可能就会多一点了，就会高一点。对啊，可能就到我刚是说多少5000到8000吗？那如果有出去玩，可能就会没了9000吧，可能就会9000吧。出去有时候真的，因为出去玩你就要花油钱、车钱啊。我们之前去过哪里？我们去过旗津，我们就去2次。我们要去博二啊。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车钱花。还有新爵江，还有梦时代。我们还没去过大鲁阁。对。但我去过。我也去过吗？那不就去过大鲁阁吗？超大。有。哦，对，超大了。大鲁阁，然后打保龄球。我们还要去哪里？好像就没有。可是我总觉得去那些地方其实也倒没有到花很多钱吧，感觉啊。还是就因为旗津那种的话就会花比较少，如果是逛街的话就会花比较多。你说买对啊，像是我们去新爵江就买或是去哪里？有时候去巨蛋或是去梦时代那种。
那么小声。可是我多大觉得那种逛街要看到喜欢的再下手就很难，对对对所以感觉有时候也就是看看走过路过，也不会真的就花到什么钱。感觉出去比较就是就是对吃的就比较可能不会那么限制，就可能看到什么想吃什么就买，那都出去吧。就不会管那个花费。离开舒适圈都还没有讲到。舒适圈呢、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可是我觉得还不到离开舒适圈，就是只是说离开原本的环境，然后都要自己来。最累的是洗衣服这件事。我也是回家跟我妈在洗衣服折衣服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说，洗衣服真的很累，尤其是折衣服的时候，就是觉得刚没劲，然后还要在那边弄，然后整理，就觉得好烦，但是还是会做。虽然我都只是挂衣服上去，反正就觉得很麻烦，还要花时间，然后那个晾衣服，然后等衣服的那个时间。就感觉离开家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对，你在家里会折衣服吗？不会。我搬出来之后，也不是搬出来，就是离开家的时候才。你什么事情是离开家之后才自己做的？对。可是我也不会折衣服，我在家也不会折衣服，也不会晒衣服，你现在也不会洗，也不会洗衣服。没有，你现在也不会。你现在也不会洗衣服。对。可是我在家里的话，可能我们家洗衣服是最后一个洗完的人要拿去洗衣机洗。我不懂什么意思？不懂？但你看，就是满了吗？就是满的时候。没有啊，我们家有6个人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洗啊。所以就是洗最后那个人要把衣服拿去洗，然后洗完之后我妈就会晾，然后收衣服的话自己收自己的。没有，就是比如说我高中下课我一定是先到家，我会比我妈早到家，那我就会先去收衣服，我会把衣服全部收，对，我会把衣服全部收进来之后再全部折好，因为我妈要煮菜什么的，她就还会再花时间，对，不用再花时间，所以我就会收好折好什么的。那如果要倒垃圾的话，也是我去倒，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妹高中会比较晚回来，因为她在彰化市读书，所以她会比较晚回来，所以如果要做那些家事的话，就是我做这样。我也没有倒垃圾。对的，那你在家里干嘛？你才是小公主。我哥也不会啊。那你们家是谁做？就是我妈。全部吗？难怪妈妈都等一下，洗衣服、晾衣服、收衣服、折衣服、煮菜、倒垃圾都是你吗？我也是我妈扫地拖地吧。没有啦，打扫我们会分工，就是可是大部分我妈是会吸地，吸全部的地之后。你们拖地吗？对，我跟我哥分区拖地，因为我们有分我们房间、我爸妈房间、客厅、电脑房、厨房、玄关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地方，我跟我哥会分开来，就他拖完了，然后换我拖。可是之后目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嘛，他就不用吸地啦，顶多轻松。对，我哥可能拖地，但你还没有拖过，我不知道。但那个没有，那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洗加拖现在有的这样很酷。你们家是那种？对。那你们打扫是打扫家里还是打扫自己房间？因为像我好像就不用打扫，然后衣服洗衣、晒衣、折衣服也不是我的事，煮饭是我爸的事，然后打扫也是我爸的事。然后对，然后那种洗澡、上厕所那个厕所啊，就是好像也不是我的事因为就你确定你是家里的一员吗？真的因为。你可能就会今天觉得，就是平常这样，就是已经有点使用的痕迹了。可是你可能过1-2天再看的时候，亮晶晶的，是真的有感觉亮晶晶。对啊，所以是不是也不是我的事？没有啊，你看到有使用痕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刷。没有，只是你没有刷而已。就是不需要啊。不需要，他过2天之后就有人刷啊。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对啊，不会啊。然后衣服满了，我就会说，妈，你明天早上起来把衣服丢下去洗。你们这样子其实你要自己去倒吧。没有，因为
我洗澡只是晚上啊，因为我爸妈他们就是老人家，就比较早起床啊，他们就丢衣服下去洗。你们家是早上洗衣服？对，我们家是假日，可是我问我妈什么时候要洗衣服，因为我可能会要按照我想要的那个衣服什么时候回来，我会丢衣服下去。我们家好像都晚上洗衣服，晚上哦，因为我爸妈都有工作啊，所以平常我爸妈都不会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大家都洗完澡，然后可能就有衣服的时候，我妈就会丢下去洗，然后可能就是洗隔天的，就是可能洗到隔天，她可能上班前再去晾衣服之类的。上班前那有时间呢？她有啊，我们家有时候也会这样，对啊就是如果真的衣服超爆多，要晚上洗的话，因为我爸妈就平常没时间，不然就只剩我可能有时候寒暑假在家，他可能会叫我起床的时候去帮他洗衣服，或者是他上班的时候洗衣服，我起床的时候去晒。所以你也没有做家事啊？可是我们家平常本来就不会扫地耶，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家平常也不会扫地，因为我们家的地板是可以穿鞋子进去的。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是大理石，对，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是那种磨砂石的，就是本来就会有沙子的那种。我们家是花岗岩哦，我们家的地板是花岗岩。钢岩是怎样？就是红色的地板，红色的，红色的那种花岗岩。那不用扫吗？要扫啊，只是不会很常扫，因为在里面是我们会穿拖鞋在里面，就是室内拖。是室内拖还是就是这是外出的？一般外出的那种。然后我们是上楼梯才会换那个室内拖，对，到我们房间才会脱鞋子，拖鞋。是哦，就是可能回家就是一个室内拖，但是我们室内其实没有到，这样也讲不到。也不是说很室内那种室内，有就是类似这种拖鞋，就可能红蓝白拖在家里，但是还是可以外出的拖鞋。没有，我们一样会分，就是外出的拖鞋跟在家里的拖鞋。就是室内拖呀。可是我们地板不是那种瓷砖，是光滑的，我觉得很像那种。没有啊，室内拖就要室内拖，没有分地板是什么，所以就因为我们家的那种地板不是像就是花岗岩，就是会那种滑滑，或者是像瓷砖那种滑滑的，我们是很像那种比较古早，很像国小地板是吗？国中国小那种地板有一地一地的，就是黑色，然后有一个框框的那种。然后我们家是到厨房才是瓷砖，可是你到厨房也不会特别脱鞋子，所以我们家一楼全部都是穿鞋子。然后可能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楼梯也是那种磨砂石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到房间前才会脱鞋进去，赤脚进去房间。赤脚？因为我们房间就是我房间是木头地板，然后我爸妈房间是瓷砖这样子。我们家不会赤脚我也不知道。我爸很讨厌赤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就是自己的房间自己顾，就干净就是你们自己，然后我爸妈也不会去我们房间。对，自己的房间自己顾，所以我好像家里没什么做家事，我就是顾我自己房间。因为我现在很少回家，所以我好像真的没有打扫过。我长假的时候还是会擦一下书桌啊。不会，我就想说我就睡一天而已。不是长假的时候。会有灰尘呢。长假。长假不会想要，他都出去打工。对啊，因为我要打工打麻将。我要打工，然后就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睡觉。哇，你周游列国，周游，你还蛮四处为家。还蛮赞的。可是我们家打扫就比较像那种大扫除的时候才会就可能把全家打扫一个人做。我们家不会。你家有更衣间吗？没有房间就是更衣间，就是自己衣服放自己房间哦。对。你有更衣间？我们家有更衣间，一间打开满满都是衣服，然后就全家人的衣服都在那间吗？也没有全家，就我们家3个爸妈还有我。全家就一间对啊。这就是全家。好。这样子，可是这样子不会，谁要换衣服很赶要换衣服的？不会就拿衣服回房间换，不会在里面换。那就只是放衣服，就是放衣服。那也比较大的一堆。对啊，好酷哦！为什么会这样分出来啊？不懂。因为那间是空的因为衣服很多啊。都有办法。你们原本自己的房间还要再放衣柜吗？没有啊，就全部都是在那一间。哇，那间房间蛮大的，可以放3个衣服。对，而且还有空。
还有空所以这还是可以在行进。跟这间差不多吗？而且因为我跟我妈的衣服真的是太多了，就是那种就是放的会看起来有点凌乱，所以我爸还会在墙壁上钉那种可以放的东西，就不是可以钉层架，它就可以放要换的棉被啊、厚棉被什么的，床单啊，往上开始，对，往上要往上，没办法往上利用，没办法拓展。对，然后因为真的很就是虽然有分区，就是前面是先我妈我爸载我的，可是看起来还就是整间都是衣服，所以我妈还会，因为我现在在高雄嘛，我妈还会自己心血来潮就想要整理一下，然后还会拍照跟我说，我把更衣间整理好了，我就说你很棒。那更衣间里面看起来会是整齐的吗？会是整齐的吗？还是大家衣服就是？对啊，整齐的啊。就比如说你现在进去面向那一面墙都是就是高的那种衣架可以放衣服的，然后左手边就是吊的，吊一排，分就对了。对，这样感觉还蛮吊一排，吊一排。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房间里面？因为就放不下。可是他的房间也没有衣柜啊。因为我妈房间有跑步机，然后放不下衣柜，空间对啊，太窄了。对啊再加一个衣柜的话，所以你当初就没有设计要有衣柜？哦，我妈房间有一个啦，但是那一个是非常小，是那种放他们以前在穿的衣服，就可能大衣呀、什么的，以前买可能2-3千块，在他们那个对，在他们那个年代买的是2-3千块的衣服，可能还会去送洗啊什么的，然后就那种透明的袋子会防噪嘛，对，所以就会放那衣柜。我们家好像有个衣柜是这个衣柜，是这样的。然后衣柜旁边就是跑步机。你跑步机有放客厅吗？原本因为我们家养鹦鹉啊，鹦鹉也有大的笼子啊，2只关在一起，所以有超爆大的笼子，所以1楼的那个空间要更小了。对，1楼。那你们家不能住那个就是住那种公寓1层的，不够。不够，真的要2楼、3楼，所以就不能住像你家的就是那种，公寓太多了吧？但我觉得也算更衣间呢，因为我都会在那边换衣服，因为我房间在3楼，更衣间跟我爸妈房间在2楼，所以我都会拿完直接在那边换。从小到大是这样吗？对啊。那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嘞。大家如果跟我们有一样经历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OK，拜。